宛若迷宫地道般的项王天子洞藏有灵丹妙药，当地老人深信不疑。那个箱子就说至今还在里头，那么说的箱子，至今还在里头，有灵丹妙药。勾画神秘符文的洞壁记录了怎样的历史故事？哇，真的嘞，写的有字，这画的什么？不知道，不要动吗？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10级大风守护洞道历经千年不曾衰减。位于湖北宜昌的神秘洞穴，地处白岩峭壁，人称天子洞。当地有俗语道：“宁进阎王宫，不如天子洞。”进入洞道800米大风口，进入的人没有一个活着出来。探险队决定深入其中，拍摄进入项王天子洞的真实奇境。现在大家就跟着我的镜头，我们去往这个悬崖项王洞里面去一探究竟，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这位大叔说的这个灵丹妙药和那个古红色箱子啊。在这个野外走一定要注意蛇虫鼠蚁啊。这里有一窝野生的毒活，看到没？好粗壮啊！这个神奇的项王洞洞口了，就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无人机里面看到的洞口就是我手指的这个洞洞。我们继续前进，这里走起来还是非常安全的。这里能够感觉到有非常大的凉风啊，对，是凉风，小心啊！这个项王洞就在我的眼前，我们马上就可以进入一探究竟了。大家期不期待？哇塞！嚯、看到了我们停车那个位置，就在那里啊！一览众山小啊！太漂亮了，你快来！在这里呢，发现了有这样一个类似于水池的建筑，但是现在已经倒塌了一半去了啊。我们再看这个里面，它是有方方正正的这种小隔断，不知道这里面是建筑过什么样的东西呢？这里有一个木盒子，这个木盒子上面有很多镶嵌。我们再看这里面这个黑漆漆的洞口了，就是项王洞的主洞口。这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溶洞页岩层洞穴，洞壁的两边像书页一样这样垒起起来了。再看这边有一个石头垒起来的台子，哇，这个里面的洞体结构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上面有被水侵蚀过的痕迹。前面有什么发现？有条木梯，哇靠！这下面这个洞道嘞？哦，下面是个盲洞。块头小的先上，风是从上面吹出来了吗？好大的风声啊！那边有可能会有很大的洞道，所以我要用手扶住，免得那个梯子给我摔垮了。应该老人说的这个神奇的这个灵丹妙药就在这个里面，咱们深入一下。哇，好大的风啊！这里，这是往外面吹的。走，咱们继续前进。哇，看这个洞道好狭窄啊！风就是从这里吹出来的，这后面一定有非常大的洞道。哇塞，大家看那个头发，要把它吹到飘起来了，能不能？能。快来快来，这边发现了一个风洞。来了，典型的一个狭管效应啊，这就是狭管效应。就是一个大洞道在连接外面的这个小洞道的时候，如果出现了一个狭管，就会形成类似于空调的那种效果。极有可能过了这个前期，这个小风洞呢，后面就是非常大的空间，有一个巨大的空间，肯定有，因为这是典型的一个狭管效应。哇，好大的风啊！天哪，我们这面硬刚吧。来，谁先打头阵？我来吧。好。现在由我们的向阳队长啊，为我们做开路先锋。飞沙走石啊，真的是一点都没说错。哇！开玩笑。特别大的风，哇塞！
吹得动，手都吹得痛，现在骨头都痛了的感觉啊！刚好够你一个人宽哈。刚刚好。哇，没有一点点多余。这边空间大不大？这边空间特别大，非常大。我勒个去，这么大的空间啊！哇塞，走，咱们马上进入一探究竟啊！哇，大家看，这边好大的空间呐、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小缝缝里面出来的。哇塞，好像左右都有洞道。这边呢是盲洞，阿志打量整个洞腔。大家看，多大的洞腔啊！现在呢，我们就正式的步入了这个象王洞的深处，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光景。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人类涉足的痕迹，整体是非常原始的一个状态。咱们继续深入。哇，这里出现了断崖吗？这里有个断崖，看到没？好像是一个竖井，但是好像是不高，不深啊。那我们不深，准备下到这个断崖深处，看一下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哇，对面好像有那个石头垒砌的这个宝坎。哇，这里面温度真的很低啊！看这个手上冒热气。开始不深，没到底哈，差一点点，继续放深。下降都是穿戴了专业装备的啊，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大致那个位置就是这个断崖的底部，这下去不高啊，但是也要注意安全。断崖下来了之后呢，就继续前进。这个前面呢，它是一个斜坡往上去的，是一个上行的通道。哇，从这里能够看到那个里面有一些向下生长的钟乳石，非常的好看。这里是一个台阶往下面，走，咱们继续前进。下来之后呢，阿志在前面大叫：“前面发现了什么？”说前面像个隧道，时光隧道。哇，这个通道非常的平坦，感觉里面可以跑小汽车。哇，看这完全没有被破坏过的钟乳石，非常的好看。咱们继续前进。这上面有很多鹅管哈。通道在这里又变得比较狭窄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通道两边呢都是布满了形形色色的钟乳石，这有很多这个漂亮的钟乳石啊，非常的漂亮，看到没有？像年轮一样。这个应该算是气轮了，1个世纪才生长1毫米的这种钟乳石。这个应该是大水的时候啊，它给震落下来的，这有很多。哇，这个旁边全都是这样的钟乳石，一整片都是。哇，看这个像不像尚方宝剑？哇，非常的霸气啊！哇，这个太霸气了，我都想把它带走，但这个带不走啊，是个负担，很重啊。我刚刚从这边过来的，这里听到了很大的回声，都有说话的声音啊，应该有非常大的洞腔。咱们上去看一下。我的天呐！哇，大家看这个，我们现在是在一个竖井的底部，我的强光手电打不亮这个洞腔，太大了吧！我们向上看一下，过来，我们用2个强光手电往天上，来，10万流明的光看能不能打亮。好，试一下，我这里3万4，我这4万5、4万1，来试一下。哇！深山绝壁惊现神秘石门，门上3字咒语至今沉迷。根据当地县志记载，这道石门封锁的就是张献忠的宝藏。当地老人直言，只要正确读出3字咒语，便能开启石门。不知传说是否真实？我们决定赶往四川叙永天台山一探究竟。快来！大家看，我现在呢就来到这个天台山的山脚下，那个神秘的石门呢就在这个天台山上面的峡谷之中啊。相传呢，只要念动咒语，就可以打开那扇神秘的石门。我也是准备了许多的词语啊，准备去挑战一把啊，看能否打开那个石门呢，迎接数不尽的金银财宝。
实现财富自由啊，走上人生巅峰。走，现在就跟着我的镜头啊，咱们上去一探究竟。我们刚才呢就从这个地方爬上来的，可以看到这里有古城墙了。我们现在的位置呢也叫叙永，古称永陵，是川南边陲重镇，也是滇黔咽喉，在古代呢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张献忠呢300年前在此藏宝啊，写了一个遗文咒语啊，将此封印。我们今天呢不知道用现在的网络词语啊能否将此门打开，估计就在这面岩壁之上，咱们过去看一下。哦，就在那里，就在那里。走，咱们近距离看一下。看到没有？就是这一个石门啊，这周围还有门框。这个门呢是一个单开门。咱们来解读一下，这上面有3个神秘的符号，采用的是阳刻。对，我们近距离的欣赏一下，然后我就启动咒语了，展开猛烈的攻势。好，这3个字看着像那个经文呢，就是《金刚经》的那种佛文啊。它上面是像一个刀字，中间呢像一个持字，下面呢像一个用字。刀持用肯定是不对的，这样念起来不通顺。这个下面还发现了有这样一个古碗，造型奇特，这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从这里呢上去有台阶，我们近距离的看一下。然后我是准备爬上这个台阶啊，然后再念我收集的那些咒语。现在我是已经爬上来了，我们看这扇石门还是非常的形象的。然后这两边呢有一个石缝进去，看起来就像这个门关上了之后形成的这个门缝，非常的形象。而且这个经文呢，我们刚刚在下面也看到了，它是采用了阳刻，外面是用这个朱砂啊把这个字涂成了红色。石头上面都已经包浆了，这来的人非常的多。看看这个石缝，在这个下面，这下面有很多这个插的这个香签，这个香签，有可能是这些人在这里就说烧香啊，试了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石门打开。我分析这个操作是错的，还是说要按照这个叙永县志里面记载的啊，采用这个声控法，就是用咒语来念呢。我接下来呢就来念一下，看这个石门会不会开启。我还要让旁边一点，万一它往外面开的话，那一下就把我们开下去了。如果往里面开的话就没事。好，我来试一下。由于这个年代太过久远了，这个是古迹，我决定呢先从这个《三字经》开始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书。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哎，没动啊！看来《三字经》呢对它是不起作用的。我现在来换一套公式。我们继续开干。这个我站到这边来，这里开始念。擎天柱，大黄蜂，快开门，芝麻开门。它是3个字啊，3个字，我们必须念3个字的成语。然后这3个字的字形长得不一样，它一定不是叠词，就是3个字它是不一样的哦。专家分析这个叫天台屯儿。天台屯儿开门，天台屯儿开门，屯兵营开门，都不起作用啊。这个看来还是哪个方面没对，还是没有练对哦，完全没有任何反应。为什么说这里面绝对是一个洞穴呢？因为大家看这个门的下面啊，这里是有水流出来的，就说明这里面是空的哦，它绝对是空的，它不然的话不会从这里流水出来。所以说这个石门呢，还是有迹可循的，并不是这个山体里面长得像石门的，它绝对是一山石门。石门旁边还发现了有这个镇门兽，这是像一个人脸呢，这有可能是阿弥陀佛。镇妖石，这是
真妖石啊，就是守护这个宝藏的，有可能。两边一边一个。哦，对呀、刚刚我念了很多的词语啊，这扇石门呢是纹丝不动，看来还是哪个方向没对呀、有可能这个词语还是没念对。包括专家说的这个是天台屯3个字我都念出来了，而且有屯兵营呐、这等等一些词全部都念过了，但是它纹丝不动哦，还是长在那里，这个也没整呢。有没有朋友知道方法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次再来盘它。有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个石门的旁边呢，有一个小碑哦，我刚刚用无人机飞的时候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小石碑，会不会那个石碑上面就是记载的关于这个石门的咒语呢？走，我们去看一下。要从这个石台阶爬上去啊，这个台阶步数有点高，不是特别好爬。就在这里，哇，看这里，天台名胜界前川，峭壁千寻，玉水悬，蕈草奇花，香地圃，福泉雅树，秀山巅，神仙常道，灰孙族，宗主衙来，坐10年。灵物图资还什么主？伽蓝繁衍续先贤。奢阳伯尧题，中华民国38年正月初8日立。这是后来写的，这跟这边的石门呢不是同一年代。那如此看来呢，这个石碑跟这个石门是没有什么联系的啊。我也是反反复复试了很多词语，都没能将这个门打开。可能是文化有限，还是什么地方没对啊？有没有网友想到了方法将这个石门打开了？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呢。今天呢，我反正是没有办法了。大家离得近的话，也可以过来试一下。这里是四川叙永天台山啊，也就是天台山上面的这个绝壁之下。据县志记载啊，这座山亭里面呢，就是张献忠在里面藏的宝藏啊。传说呢，这个宝藏是可以买下整个叙永的。也是以前叫的永陵。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观看。喜欢我们视频的，别忘了点点关注，拜拜。偏远山村每年都有小孩神秘失踪，我在定着的，只在滚下去给我打死过。老人直言天坑底洞就是罪魁祸首，100年来无人敢下入其中，只因天坑太过凶险。不得已高筑围墙，建立神像，确保安宁。那么天坑底部究竟藏着何种玄机？这期视频就进入这个吃人深坑，全程记录一窥端倪。准备装备，开干！这个郭轩岩天坑呢，有一个神秘的传说啊，就是说每年有一个小孩子掉下去，就是它是吃人的一个天坑。旁边呢有很多神像，然后在这边呢把这里围起来了啊，一是这里太过危险了，也就是这样拦起来呢，或许有一些别的用意。随我手指的这个方向看，这里看下去是非常恐怖的，有100多米高。然后我们决定从那个侧面下降，因为刚才用无人机探索的时候啊，发现那个侧面啊有一个小洞，而且里面有人为的建筑，所以我们决定从那里下降。现在找好了下降点了，今天依然是小蚱蜢作为先锋，他正在看这个路。初步计划呢就是拴这根铁桃树啊，从这里下降。这根铁桃树非常的老实，然后搞2根树作为锚点。大家一定不要模仿，我们看这些装备都是齐全的。先把这个手挂到你这。老爷爷，我问一下，这里曾经是掉了很多人下去吗？哦，这一般的小孩子都不让靠近这儿啊。哦。然后啊，对，要是还黑了，它其实有小围才用围墙围起哈。哦，那围起了之后有没有出过事情呢？就没出过事情了哦。做几个锚点啊？准备做3个锚点，相当安全。对，必须安全操作，必须安全操作。现在先锋小蚱蜢正在下降啊，这是穿好了保护，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下去的高度差不多有85米啊，特别的危险，是不是？对，一定不要模仿，大家。按照极限装备自我，小雨
我们都已经下降到了这个天坑的底部啊，这里往上望去，真的有坐井观天的感觉。我勒个去哦，太高了，真的是。好了，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现在马上开始我们的探索之旅，我们看一下底洞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出来！我们要从侧面迂回过来，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底洞洞口就在我的正前方，大家就随着我的镜头，咱们进去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不要怕啊！天坑，我们不存在害怕，我们这么多人，我操！这是一个小水洞啊，但是现在是枯水月份，水干了，这下面有一些生活垃圾啊。可能深入一些了之后，这个环境就会好很多。对，钟乳石铺，它上面还是那种闪光的，布灵布灵的，布灵布灵的，非常非常的闪了。然后上面全都是哇，像钻石一样啊！好看，非常闪吗？非常的闪，好亮啊！钻石，钻石，全是这个钟乳石石铺，哇，哇，这是化石了吗？我操，是成。这一个猪的化石，这隐约还可以看见是头猪。继续前进，这看着吃不下去。好，现在阿虎说那边是有路可以下去的，我们继续前进。出现了有很多钟乳石。好，咱们继续前进。时不时的掉在这里面，对，就不见了。这是牛吧？他们说有牛掉下来，哦，有可能掉下来就被洪水冲到了里面来了。有可能是牛骨头。咱们继续前进，这里洞腔好大呀！哇，哇，这个是这里的洞腔宽度差不多是20来米，上下的高度差不多是10几米。对，这里正在生长的这个蛋黄石玉化了，特别的通透啊！咱们继续前进，看一下那个钟乳石宝塔。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根钟乳石宝塔，也像一个金箍棒，定海神针。那上面还有很多，看这个，嚯，像一个真菌在这里，嚯，像蘑菇，啊，这个用词匮乏呀，大家自己想象吧。咱们继续前进。这里面的钟乳石没有遭受过破坏，因为来这里的难度太大了，所以这沿路过去有很多很多漂亮的钟乳石。嚯，这里有个平台，哦，这才像玲珑宝塔，看到没？一层一层。哦，这里有个断崖。哦，有个断崖。这里要锁降了。现在我们从那个侧面看一下，有没有方便下降的地方。走，出发。这个断崖是必须要锁降的，必须安全操作。这里分成了上下2个通道，给大家看一下。这上下的高度可能有50-60米，左右的宽度有20-30米，而且在那个小火山的那个侧面有一个主通道往下的，上面还有一条石洞，你先看图。我觉得这里的高度呀，应该要大一点，这里下去的高度要往快。这里下，当时村委书记说这里下去是有一潭水，现在是枯水月份了，这水已经消失了。现在探洞是最好的季节。有红点齿蚕，还有野猪的牙齿啊！这里有野猪的牙齿，这有红点齿蚕的这个幼体，红点齿蚕要3年才能长成成体，所以它的蝌蚪变得非常的大，看没？好大一个只。哦，这里还有个猪牙管，我靠！我们看一下这个水，哦，绿莹莹的，非常的漂亮。但这水不是很干净，因为有生活垃圾。下面什么情况？这边没有水，特别的干燥，这个下降点的位置选的特别的好。
好的。下降吧，非常安全。阿虎正在准备下降，你让开一点。相机带下来一下。好的好的，我正在下这个断崖，大家一定不要模仿啊，这下去还是有点高的哦。我已经降下来了。哦，看这个洞墙好大哦，这里上下的高度50-60米啊。然后再看这个，我的右手边就是它的主洞道，咱们继续前进。有很大的流水声，前面应该又是瀑布，我们继续前进。所有队员都过来了，现在我们是走着这个川崎的地下河，这旁边有很多淤泥啊，而且这地下河里面有很多生活垃圾。看一下这个地下河，它的流向是怎样的？它是和阿虎在原地等待。我们继续前进。走这种地方的话，一定不要走那个淤泥里面，因为你不知道下一秒会陷多深。我们走这个水里面，相对来说要安全一点。这里水流非常的湍急。现在慢一点。差一点就滑倒了。厉害啊！必须小心翼翼的走好脚下的每一步。这里需要动钱了，这个水就是不会消失的，它是往那个岩层的下方，水面没有可以通行的空间，就是游泳都游不过去啊。这如果要下去的话，必须要采用洞潜啊。我们没有洞潜的设备，我们头顶还有一个洞道，暂时爬不上去。现在我们随着这个主洞道往回撤，去看一下那个支洞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好了，原路返回。什么东西？这里发现了一个骨肉，这会不会是那个不能说的，对吧？好深的淤泥啊，是吧？水井这里面对。这边的洞道已经探明了，现在我们随着这个断崖往上爬，爬上去了之后，去看那边的支洞，看那个支洞看起来非常的深邃啊，要从那个断壁横切过去。这个路还挺宽的啊，刚才在下面看以为是绝壁小道，实际上这个路还是有个1-2米宽。继续前进。这个水里面的钙镁粒子非常多，在这里形成的这种云盆。晶莹剔透，特别的好看。咱们继续前进。这好像是有梯子下去啊！哇，这边洞向还挺大哦。我们刚刚是探索的这个下面那个主洞道，这上面是个干洞道，没有水。这个干洞道跟下面的那个水洞道，它的朝向是一致的，都是坐北朝南，也就是人山丙向。这是一个发财的朝向哦。继续出发。现在看这个，我的相机干碎了，现在只能用手机拍了。我们看这个前面是什么样的情况？这个洞腔很宽阔啊，这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洞里面非常的安静。现在阿虎已经去前面探路了，咱们继续出发。一个翱翔的灶台。灶台？对。哦，这里也有。哦，这里有一个。嚯！小北又发现。你说这个郭圈癌天坑下面为什么还有翱翔的遗址？我要翱翔的，但是没看到小坑，只看到灶。他们怎么下来的？我在想。对。这边是一个小小坑。这么小的小坑你见过吗？这里就是小坑。哦，这里找到了小坑。哈哈，好小啊！这是我见过最迷你的小坑。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小坑了，我们见过所有的洞穴里面。然后我们继续往这边走。这应该就是个小洞。对，大洞这个支洞是一个小洞。你说会不会这个传说啊，就是因为里面还有枭啊，有工人在里面，他怕小孩子去忘啊，就说的这样一个传说。然后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小土。哦，这有很多小土层，而且这里有这种洁白如玉、正在生长的钟乳石，非常的好看。
这边也有一个硝坑遗址，但是这看起来已经年代非常久远了。石灰啊，是不是探洞的人？探洞的人留下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当地的老乡留下的。哦，继续前进。可能是探宝工留下的，有可能哦。哦，昨天那个粉丝说他的老爸哈，在他小的时候呢，拿着这个石灰一直走，撒着走，走到最后那个石灰没有了，就不敢走了是吧？就不敢走了，对。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把它探明。他有可能说的就是这个哈，这条他们走的是这条支洞有可能。哦，对。然后大家看，哇塞，这洞腔好大哟。好大呀！现在阿志和小蚱蜢正在从侧面前进，阿虎就在那个亮光的那里。这边看起来有很大的水流，有可能下面那个主洞道堵塞了之后啊，这个水就会从上面这个洞道流过来，依然是一条地下暗河，不过这个地下暗河是干枯的。继续前进，这里好大一尊玉石啊！嚯，好大一个！这是一根玉石柱，它的直径差不多是1米左右。我们看一下它有多透。嚯，那个去啊，好透啊，像黄龙玉一样。哇，那个去哦，这地下暗河里面发现这么大一坨玉石，嚯！天哪，这太透了！快来快来！这边发现了一个竖井，这个竖井就是我们下面它那个主洞道那个潜水潜不过去的那里。对，它两个是闭合到一起了。这没什么探索的意义啊，你下去了之后还是游不过去。我们不能动潜啊。探洞水洞是连在一起了，这个洞道全部探明。这就是一个2层。对，一个2层洞道。好了，到目前为止呢，这个郭圈岩的底洞啊，已经全部探明了。这是一个消水洞啊，不知道老人说的那个传说啊是否真实？但是据我推测呢，这应该是老人啊，为了是教育自己的小孩子，说出来吓小孩子的啊。这里非常危险，第一是有天坑，有悬崖，而且下面有波涛汹涌的暗河，所以呢，他不让小孩子靠近，说了这么一个离奇的传说。那么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喜欢我们视频的，别忘了点点关注，拜拜。